想打就打，不用给台湾人太多的时间。想打的人就去说服领导人，说服社会。我们的工作，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把台独打败，是不是有机会？先达成不要打，往前再努力。两岸政治上的交流，像郑丽文说的，缔造永久性的政治谈判框架，这是一步一步的嘛。两岸和平责任不在北京，责任在台北。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小冲康一下民进党，大家要呛他一下下架台独党纲嘛。我跟你说，其实台湾国已经存在了，台湾国米国地址在屏东县坎顶乡，好笑还拉一个美国旗，我操！他们是个铁皮屋，有一个台湾民政府，什么潮州镇3公里北门路隔壁，因为他没有挂在那个 Google Maps 上，只能查到他旁边这家搞乐器的，那也是拉个美国旗，拉大旗做虎皮，以美谋独就是独派的核心精神嘛，那就破了嘛，被川普抛弃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很可悲啊，真的是挺厉害的。哎，启宗，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之前有个论战，党主席要不要有一个鲜明的路线？如果你没有鲜明的路线，你无法说服支持者，或者说你的支持者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长久以来的路径依赖是怎么形成的？是冷战的对抗叙事以来，美国对于对抗前线当中进行了资源倾注，导致了台湾得了大量的利益，所以长久以来，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一些人就认为做对抗可以让台湾获得更多利益，甚至说这个利益直接倾注在了自己身上，包括这个什么绿电的想法啊，一大堆就是从西方来的概念，最后都是自己挣了钱。中美稳定关系的改变，这个叙事已经不再成立了，没有直接的对抗了的情况下，美本身已经形成了平衡。它形成平衡之后，它不会说是赵少康说的台湾在中美中间等距，给这边撬动一点跷跷板，然后那边就要讨好我，不是这样的。中美既然已经平衡了，就不允许台湾在其中动手动脚。如果你碍事了，两边都要打你。这种想法是台湾自成一个世界，中方是一股力量，美方是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形成平衡，让这个世界还维持原状的状态。一种台湾中心的思想，实际是什么情况？是台湾这个小世界存在于世界的大世界当中，存在一个大格局，需要让台湾去选择一个位置。讲的那些东西，什么等中美等距，亲美友日，和中，它绝对是错的。另一个方面，在美国这个角度来说，长久以来，民进党塑造民意，国民党跟随着民意，就形成了民进党指挥国民党的态势。对于美国来说，他也不知道国民党要干什么。国民党经常说维持现状，民进党也可以维持，让蔡英文维持不就行了吗？所以说，这国民党的价值到底在哪儿？你首先得知道你要往哪儿走，不知道你往哪儿走，我怎么利用你啊？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这样，任何的利益都来自于现状的改变当中，没有任何的方向，也不会有人愿意跟国民党合作，哪怕是在美国当中。再讨论一下因为美国之行这个问题，华人方面当然是很受欢迎，在官方方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呢？我认为目前来说还不能说是特别积极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是智库方面有很多反应，但很多人说李文单纯讲和平，不讲统一。其实这个大势是很明显的，在中国升起、美国下降这个状态下呢，如果说顺势的走过去，中华文明它本身是一个追求统一的文明，无论是外或者怎么着，你哪怕是大马的华人，他也知道要背靠祖国。所以说，对于台湾来说，你真的如果能按照中华文明走下去的话，是未来的路线是清晰的。郑丽文如果是真要在接下来的选举说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和平，其实是对选民不负责的。你应该告诉选民，这条道路的终点有可能会是统一，我们绝对不会统一，这种事情说出来对你未来也是不利的。这也是我们这方面的自信吧。郑丽文说是中华文明崛起的大势呢，我当然也是赞同的。在习近平这个任期来说，我们现在叫做习中特，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施政的一些总结，就是他总体经好民本思想怎么来的，实际上也是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孟子嘛，民为贵嘛。结果是什么？是将共产主义再进一步的向跟中华文明进行结合，像我们之前的发展以前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现状本土化，这个叫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邓小平主义、江泽民三个代表。到了习近平，实际上就是更加注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共产主义更深度的结合。但是你不能光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我们大陆的努力后形成的，光跟海外华人说我们中华文明就一定会赢，一定会怎么着，也不是这么回事儿。自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有自己的底蕴。
郑丽文到美国的话，我们其实要看的一点就是大陆这边是怎么定义他去访的，因为只要是我们这边不认可的，我们会用一个窜访，对吧？这次我们去的其实是用的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语，双方是有共识的。记得有绿媒也说，哎呀，刚见了习近平就去见这个怎么样，对吧？急了嘛，对吧？就说明他们很在意嘛，就说明这件事情做对了。你看他们已经是在疯狂的，就是用所谓见的咖位开始去说一些事儿。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很感慨的事情，红为蓝营的，我不说是谁，就喜欢做一些蝇营狗苟之事，对吧？蛋糕都没拿下，想着切蛋糕了，爱做小人的事儿，那怎么办呢？值得推敲了。那如果说最后这个蛋糕做烂了，如果做到了大家都不想见，可能我想见，对吧？大家都不想见，那个时候蛋糕又该怎么切呢？我想用一句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走过来的一句话：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那么多年过来了，我们说我们这些90后，我们见到我们是怎么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的。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空间、足够的天地去，是因为我们走过这段路了。现在轮到台湾去做道阻且长的事了，还是互勉嘛？在第一线做事情的跟在网上见证那是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一直觉得说要人家认同你啊什么，反正你就做嘛，把资讯告诉你了，接下来怎么判断，怎么去影响。那你说长久下来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现？这确实是有，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我们一般努力做好我们在台湾能做的事情，然后也努力做好我们在两岸之间能做的事情。可是至而在大陆不同的意见要怎么去做事情，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说透过这个交流，那大家彼此提出个理论。我说不用给台湾人太多的时间，想打就打，想打的人就去说服军队、说服领导人、说服社会，现在立刻马上打。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尽可能的把台独给打败，把台独给换掉，看看有没有机会第一先达成不要打，现在努力说，那是不是有机会来做两岸政治上的一个交流、政治上的谈判？就像郑丽文说的，要来缔造所谓两岸永久性的政治谈判框架，有没有可能？这是一步一步的嘛，只是说这个时间的窗口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把握。你说那个大陆已经等那么多年了，你有脸皮叫人家等下去吗？所以说不必，真不必的。这个说法还是挺实切的。两岸和平责任不在北京，责任在台北，这就是我的理论嘛。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是说我不必等，是我们有底气等，我们也有这个底气不等，这是努力得来的。如果说台湾想要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那也是需要努力去创造的。做事就会错，做事就会有人不满意，你不做事就不会错。那我们是喜欢做事那个还是喜欢不做事的呢？我觉得是喜欢做事的那个的，只要做事的方向是对的，方式无所谓。这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说武统派的网友为什么愿意给这个时间去思考？我们在推动一些事情嘛，在中华民族的核心思考逻辑里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我们最好的方式。这么大的事，能不能够让它更轻巧一点、平顺一点去把它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我们常讲嘛，这个伟大复兴该怎么复兴呢？现在正在征途之上嘛。郑丽文有提到一个欧盟模式哦，就像我们这边有一些老一辈的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其实终于知道为什么美国愿意让郑丽文去了。其实最主要是类似像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施明德还是谁有提出来一个东西叫做中华联邦，它还是一种形式。可他提欧盟模式，基本上他也是让整个郑丽文统一的进程哦，不要进行的太快，因为最主要讨论到国民党里面部分人有些讲法常会变来变去哦。独派里面他有一批人就是所谓比较强烈触统，就触独的人，他会比较激进台独，这个东西会有点激怒中共。其实他们也很清楚知道中间的原因，就是如果大陆真的有些人被逼急，或让他师出有名的话，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战争只要第一个火点起来之后，后面要收拾就很困难。郑丽文其实也是背后有批人担心这个东西，避免那把火不要点起来。可是问题他也很清楚知道说，其实国民党还有美国背后那批人，他们与其说台独跟什么样，他们的最低的一个底线叫拒统，不能让统一上谈判桌。老百姓就算90%以上支持统一，只要10%掌握政府机器的人，只要不启动统一的话，那什么都是假的。大家也知道状况就对，所以不管是大家现在讨论到国民党到底是怎么样，还是民进党怎么样的话，以我们老百姓来讲，只要知道一件事，只要台独派断的把火点起来，搞成天下大乱的话，那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赖清德只要独立释出，那就完蛋了。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绝对不会统一，大陆的老百姓也不用想太多，因为只要美国不放手的话，其他都不用想太多。希望说事情会往好的方向去，可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政府的权力之前，什么都没办法。有些人嘛，总觉得台湾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两件事儿，因为总书记说，台湾问题由中华民族的暗弱而起，必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解决。有人呢是把这两个事儿割裂的，所以说有人谈中华民族要崛起，必须先统一台湾，或者说是我们先崛起了再去统一台湾，这不是这么回事的，是一个一同在进行的过程。包括今年的日杯割台湾的海域，我们过去了，其实也
就是随着我们实力的增长，逐渐的在统一台湾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不能说是得了我们才叫进展。KPI 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郑丽文这个路线对于美国来说，立刻就能够使用，立刻就是受到欢迎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美国的对华鹰派在长久的第一岛链的支持情况下，他们也需要第一岛链的对抗者存在，才能证明他们自己本身是有价值的。像 USAID， 它必须得在地有机构，才能证明 USAID 本身是有意义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元首外交，把这个事情定下来，是因为特朗普他不仅仅照顾对华鹰派的利益，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的利益关系到他的选票，不是主动的需要去维护中美的稳定关系，还是不得稳定中美的关系，这又是两说。如果是他主动的想要去做郑丽文路线，对于特朗普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他是不得不，他会觉得是不是可以抽冷子搞一些对抗啊？所以说他不会说立刻就对郑丽文产生某种青睐，是随着未来中美的关系进一步稳定、进一步合作，郑丽文的价值会逐渐的体现出来。船大难掉头啊，事情它需要一点时间发酵。作为一个在大陆坚定合同派的，开心能看到郑丽文主席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实际上来说的话，从小看了很多政论节目，包括到近几年来说的话，一直在有一件声音，就是台湾的政坛有很多的亲美派，导致了很多关于两岸的外务问题上，很多时候是要受到亲美派的影响。到2025年、2026年这2年的话，随着我们的力量强大以后，美国实质上来说的话，在台海问题上，它的舆论上，我能感觉到是有一个松绑。很好，郑主席又在这个时候去出现，起到了一个我们这边讲的回应历史大师的作用，然后他能给台湾制造出一片由台湾人自己去发声的这个舆论环境，我觉得对于合同来说就是当下最好的事情。至于后面还会有什么事情，很多人在讲我们统一等了很久，其实08年之前我们只有统一的决心，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统一的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等的时间其实也还好。我作为一个合同派，我愿意再等下去，愿意再看一看。我以国民党员来郑丽文的事情，大多数的国民党员论了3件事情，真正的党员大家都是愿意给党主席机会的，大家都在静静的支持党主席，这才是正常的嘛。不然为什么我们要选出党主席？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民众党，正常你选出来党主席，是不是底下的党员是最支持他的？等党主席怎么做事情？真正的蓝军啊，我觉得郑丽文才是我们想要的党主席。只是过去的各个党主席他没有做出来，只有一个人做出来，就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前后呼应的原因，过去我们失败了这么久了，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党主席带头引领我们党的意志、国父的意志。郑丽文他可以不管去大陆还是说去美国，他有一套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因为大家对一件事情最有感，就是马英九跟金小刀的事情嘛，这个才是真正蓝营的人，他们都在骂赵少康跟金小刀，因为你直造成了蓝营的分裂嘛，国民党的伤害。结果呢，我们没有看到你把民进党干掉，反而是转头民党的里面是是非非，统不统一不是我们说了算。但是我们天有和平嘛，我支持合统，但我也支持武统啊，我本自己就打过来，在你还没打过来之前，我们该做努力，我还是追求和平。就算明天世界末日，你今天还是要努力工作啊。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往好的方面，我愿意选择对的方向去努力，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努力啦。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以我自己的工作心得和我的了解来一下，我是我们大陆这边少数民主党派的，其实非常愿意去倾听，尤其是对岸人民的声音。经常我们在听到对面声音的时候，会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受美国的影响会比较多。那其实我们实际上来说，我这一次的川习会对岛内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舆论上的松绑呢？我们其实可以站在这个角度讲，其实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多的讲出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边会听到，而且我们很渴望听到这样的声音。作为一个合统派，我也知道武统派是我们的后盾嘛，没有武统作为后盾的话，我们在前面谈合统可能也没有什么力道。但是我真的希望就是2300万台湾同胞能大声的讲出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都能听到，并且我们都会去逐一考虑。龙哥总觉得你和你自己的问题要不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大陆人的急切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当然是我们本身是希望统一，但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了台湾的种种问题，认为台湾的某些问题、重大问题无法通过不统一的方式解决，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是来自于殖民地思想导致的，或对于美国思想的无条件的接收。台湾的在路上的毒驾增高了2万%，是200倍，不是200%。然后经常以
自由的幌子，说我要有吸毒的自由，甚至什么 LGBT QIA 是这些玩意儿，台湾真的是好的吗？台湾能否通过自己的革命，将这些不适用于台湾的价值进行主动的摒除？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台湾人希望用感情打动大陆，但是大陆对台湾有感情，反而对于大陆对台湾的认识来说呢，就会觉得台湾的某些事情我们不介入不行，也是一种想法。有些问题拖到2008可能已经晚了，郑丽文都已经一天无力了。关于武统还是合统，然后我这个就是分子上面变化图。你看最早大陆是有很强的意愿，是很想打，直接想统一全国，从1949到1979的状态。1996是最兵凶战危的时候，真的想打，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成功，那是最危险的。从2008年之后，但是我们大陆是能打，不想打，没有必要。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误区在其中，我发现其实在民间的很多交流上，就社会的基础架构问题上，依然还有很多地方是模糊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尽可能的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从台湾方面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未来来自基层方面的问题，有关民生也可以多多的去进行一些沟通，因为我们会发现里边可能有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今天的台湾社会以现状来讲，它无法进行改善。这也是为什么刚才 Panda 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台湾社会内部一些现状，而没有办法能够说去回避它的原因，才有大陆的想法认为说，如果再不改变，那可能台湾岛内未来只是一个生态问题，那有可能关于到民生未来发展方面将会产生极大的扭曲。从2020年开始到2024年的美国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它的这个例证里边包括所谓的 DEI 性少数群体，以及包括 Antifa 等等在内，包括 MAGA 这个群体。那么今天我们看台湾内部的很多基层现状，看起来从民意的表达上来讲十分的割裂。那这种割裂的现象会不会最终也造成台湾内部产生非常大的混乱？因为今天我们似乎看起来台湾的执政党，且不论是谁，他现在对于台湾基层底层的一些真实现状，他现在是属于一种失控而失管的局面。不知道我的这样一个分析对不对，或者我这样一个看法的认知它是不是正确，但是目前就民生方面的一些很多保障和现状来讲的话，它在逐步的滑坡，因此才会大陆的很多朋友从内心当中来讲的话，既然它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是一个中国，它为什么可以纵容其现象的发生？这个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220海里专属经济区属性问题，那更多在于台湾人民他要遭遇什么。而且我们知道有200-300万的大陆和台湾之间是有家族血缘联系的，那你说一点都影响不到吗？这个事情是完全做不到的。另外一点，大家认为武统和合统，可能认为武统就是天崩地裂。那么有一种方式，个人的一些假想问题，如果我们把流血冲突的这个点进一步降低，大家都可接受的范围内，就是所谓的让一些该死的人先去死，那它算不算是一种合同呢？一方面是民生的问题确实与我们想象中的有很大差别，而它的滑坡却是肉眼可见，内部的信息对我们来讲是透明的，而大陆很多的信息单向对于台湾来讲，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茧房。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近100年期间台湾与大陆之间其实真正有连接的就那几年，是不是有必要给台湾人民另外一种选择，而不只是必须得归票或者不得已用脚投票的方式？那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迫切的做这些？我就想问您，如果说把今天台湾岛内整个现状，这个现状不只是政策当然也有民生方面，3个最大的问题，您觉得是哪个？台湾岛内3个政策最大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台湾必须永久的去除台独的风险，这个是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第二个，台湾必须永久的反核，这个是能源安全问题。第三个，台湾的法治必须真正的落实权责问题，这个是社会治理问题。我认为这3个方向非常重要，自然经济就好了。抛出的3个问题，就目前的岛内政治现状来讲，谁人可以打破这层禁锢？有多少人？如果我们以投票的方式，咱们实话实说，无论他来自蓝、绿还是白，我觉得25年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这也让我有信心嘛。24年其实我们已经看出一个大势，民进党是可以被击败的，他没有那么 undefeatable。其实影响一直都能被击败，因为每一次地方选举都大胜嘛。就18年民进党是输到脱裤子啊，就22年民进党是输到脱裤子，再把腿也脱了，就比18年更惨。那个是他们有史创场最惨的一次。民进党没那么强，但是问题在野党的整合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在野党整合问题很严重呢？因为在野党我输惯了，他有点迷失了，说哪一种路线他能获胜，他找不到。国民党没有啥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他没有办法透过理论的建构架构去提出一条新的作战的路线，有别于民进党的选举路线。你跟着
民进党，我们台湾话叫亚修对拜啊，就拿着香跟着拜啊，闻死不啊，闻死无疑。为什么？人家这样，那我投民进党就好啦。所以国民党一度迷失到多惨，在讨论要不要把中国国民党改成国民党、台湾国民党、中华国民党，就是不要中国。这个就是在朱立伦、吴敦义的时候的事情。重点就是25年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希望？因为25年一开始反罢免是24年就开始烧了嘛，到25年的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是相对慢的。当然民众党慢很正常，因为没他的立委嘛，他是来帮忙的。接着郑丽文就在惊涛骇浪之中，结果竟然以过半选票大获全胜。看法是这样，因为我是实际参与者，我实际看到这些，我认为这里面的参与的过程中，它是有很强烈的能够跟民进党掰掰手腕的力量在聚集，而且它也逐渐的占据到了国民党这部党机器的核中心，还巩固了经过几轮的挑战，初期主要是来自于说，比如说以监督郑丽文为主的媒体人，他去加入了国民党，然后对郑丽文发起各种攻击挑战。接着更夸张就是马办风波嘛，然后中间还有几个提名风波嘛，提名风波当时剑指李乾隆，因为郑丽文政治实力比较弱，所以他4个副主席全部都是实权副主席，这个是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4个都是实权副主席。秘书长兼副主席李乾隆管什么？管提名业务。张荣恭副主席监管大陆事务，主要负责台商募款，大陆的一些重要场合的参与。萧旭成负责青年交流，并且呢还有跟张荣恭一样，就是负责对大陆的沟通，而他的线跟张荣恭又不太一样，他又有他自己更厉害的线，因为他是直接负责两岸党首的连结，因为不管是马习二会、政协会，他都是深度参与其中做传线的。最后一个是纪凌年，是主管这个黄复兴，就是退伍的军公教为主的。那这个因为国民党退伍军公教力量很大嘛，也是国民党很坚实的支持者，每一波就打一个啊，一步一步都是要把郑丽文给剁手脚。他们就知道郑丽文少了这些人他赚不了嘛，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干，每一下都是生死存亡，每一局哦，我每次聊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也挺感慨的，就觉得说哇，这每一下都是生死局。但是呢，主席总是很有信心，我也对他有信心，因为你看他做事情，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有信心。他说是啊，是难受啊，撑过去就好了。他们太低估郑丽文的决心，他们太低估郑丽文的能力。说起来有点臭屁啊，自吹自擂。所以有些人讨厌他嘛，因为觉得这个人凭什么嚣张修条？那过去不过就是当个发言人而已啊，不过就当了2届立委而已啊，不过就当过不是什么那么重要的职位，他凭什么？确实啊，我也觉得啊，随着郑主席、大陆型跟美国型的都很成功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慢慢把这些内容释放给大家一些知道，也可以期许一下。有没有内部的力量可以做？我相信都很悲观，他们会攻击说你是正粉啊，或者你是正友友啊、正夸夸啊之类，我都了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大势在动。他的蓝图很精确嘛，先取得过半党员支持，创造正习会之后，确立大陆的想法跟看法，然后才会去访美，每一步都走在线上。能不能这样成不知道，因为有可能本来访美会在正习会之前，因为这不是他能100%决定，但是刚好都暗合到他的拼图。这个拼图不是他去了才跟我讲的，很早之前我们就聊过了，只是很难，确实每一步都非常难。就像我们做这个频道做了7年啊，每一天都是很辛苦的过程，而且我非常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都不能少，因为我知道历史使命是什么。对，但是我不会去跪求、渴求，或者是试图去说服那一些想要速统的、想要快速武统的人说你再给我时间，我不会再讲这种话，因为讲这种话都是一种情勒，就各自去努力，想要速统武统的人去想办法说服不愿速统武统的人，然后我们这些想要追求和平、繁荣、交流，未来能够两岸建构更好的格局的人，能够两岸可以最终走到一块的人，用我们的方法来努力啊，就看谁有吧，因为这很正常嘛。中华民族的那么多人啊，有分布在这么多国家、地区、政治实体，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式跟努力，那就看谁可以说服最多的人。人脉不一样，就贵为一党主席，人家不是大小问题。就像郑丽文在北京，那绝对是最高规格的，可是到了华府，他得要努力。但是呢，习大去了华府，那肯定最高规格，就是这样嘛，这也就是社会部分。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交流，把大家现在目前所看到的、了解到的、观察到的一些现状，然后来共同进行分享。我刚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为什么刚才我提到那样一种形式和平统一？因为将来无论以什么形式，它肯定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实刚才我抛出的那个想问的问题，不是说您现在是否要从事相关的工作，而是说在未来那个大跨步产生之后，因为我们知道从目前现阶段和在郑丽文主席访美之前KMT 内部实际上在舆论上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负面性伤害，都是在自残，互相之间自残，而且这种自残的程度是在以往之前未曾见到过。我们可以就一些人在当下他的一些态度，包括他后续表达的想法，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有一些目前在台的政客他不合格。因为我们的官民转换太容易了，所以
有很多怪怪的人。其实大陆是社会主义，但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力量是精英政治。大陆推行的是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动的党是共产党加上民主党派、八大党派，我们说的政协，再加上人民大会去综合去推动这个政治嘛。但是大陆所奉行的领导人、领导圈子必须得是精英，因为没有精英做不出好的决策，没有好的决策，政府没办法长久稳定。5年计划、5年规划那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必须要北戴河会议啊，必须要政治局啊，政治局里面还有常委，这个是很有趣的。但是因为这样，所以大陆才能做到社会主义，尽可能照顾更多的人。因为讲白了，社会主义本身它就是个矛盾，它的矛盾点在于说，如果你真的实现的无产阶级长期专政的结果，就是大家最后会把饼给做小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个高远度的高长程的指向性，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人群里面，它依然价值性是比其他人群更重要更多的。因为只有足够多的知识分子累积在一起，它才能够真正去凝结好的政治的判断方向，才能让国家长久稳定的发展。讲白了，新加坡就是最显著的嘛，新加坡超级精英领导，以新加坡人口数要长时间的不断诞生好的领导人不容易啊。讲一句难听一点话，这没冒犯的意思啊。Lawrence Huang明显就是现在的黄循财，明显逊给了光耀、李显龙父子，很明显，他对于时局的判断真不如人家。新加坡并没有因为这样是完全完蛋，因为他还是有很多精英，只是没有那么锐。但是以他的人口数能够长期维持这么好的领导阶层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大陆的话，他是更需要去凝结，大陆人口更多更大，做错一步啊，哇，那简直什么一回首已千年身啊。其实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岛内不是党内，而是在岛内有不少的政客他不及格，他不知人间疾苦，非常了解和明确如何玩动西方选票那套 vote 制度。您来大陆进行了多轮的访问，西北防护林的专辑我也看了一遍又一遍，到他现在成立的规模，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内部政策精英化以及一个政策长期性指导所形成的最终结果。那这样的结果今天在大陆内部当中如数家珍，就说从目前的岛内政客的结构和他们的层次而言，在未来或将来台湾的整个建设上，它到底哪怕它保留下来，它是一个加分项还是一个减分项，可能就目前您刚才所描述的这一系列您所参与到台湾政治内部的一些条件当中，很多条件和很多层面，其实您已经符合能够从基层开始做起的这个方向了。建议您或者说问您这个问题，就是未来这一关迈过去之后，如果说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说像军警销户等等一系列的基层民生问题，对吧？包括食安的问题，如果从基层的角度出发，有些人做实事，能做一些真正贴地气，与各个民众之间能够产生联系，而且是公共形态上利好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去做？也是希望将来包括您的频道里边很多来自咱们台湾和大陆朋友，特别是您这边的朋友，如果说将来真的有想法，如果有这样无限的可能性，你会参与其中吗？我还是喜欢过得自在一点，除非我脑袋被陨石打到。你说完全觉得这些人太蠢，想不想自己跳下去说他妈的老子来干好了这些废物？其实这个心情就郑丽文的心情，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事，我很清楚他怎么想。你行你们上啊，我帮你们啊，真不行那我真得我上，我也没办法啊。我心情是有一点这样，但是我希望不要，是做这个我还是挺快乐的，因为我喜欢跟人群接触啊，我最喜欢下乡了。我去大陆做直播，我相对是比较低调的，因为造势哦，你台上讲评完之后下去结束之后，你去跟群众走一走，特别感受。一定要走进群众里，这是国民党最弱的点。为什么民进党过去可以赢，而郑丽文他很喜欢下去群众，常常找他找不到，为什么他又跑去乡下，他又跑去各个党部去巡视了。以前去各个党部去走，但他走太多了嘛。我去走的时候很感动，因为19年我帮韩国瑜跑场的时候，很多人就见过了。到了25年再去，时隔6年了，很多人还记得说有啦，历史哥，你上次6年前来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你啊。大家还是很努力，都是做志工的，因为国民党没钱嘛，还是在做基层工作。所以我相信今年选举或者到明年到28年选举的时候下去下乡哦，能量是更大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角度上能够很好的去推动到历史啊，推动到政治工作的发展，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嘛。所以我常讲说，我很佩服从政的人，因为他们下的决心肯定比我还大。因为真的走在一起的人，大家是真的会有一些情感在，而这个迸发一些新的力量，而这些新的力量势无可挡。
因为民进党已经吃香喝辣、腐败惯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第一线作战了。我现在在第一线遇到那种烂到掉渣，比如说郭子乾那个节目之前来找我去，后来不找我去，我猜就是要么吴峥，要么就汉学在搞事，很简单啊。去了第一段讲完，换吴峥，吴峥先投降，民进党发言人大发言人，你还没回答我就先说你投降，这搞啥呢？我们能够助攻挺不错的，成人之美哦，有的时候比成己之美啊更难。我是喜欢做成人之美那个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性质，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这样可以比较自在。我喜欢做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也不是个物欲很强的人，我是一个对于长远的格局有着更深的享受的人。作为一个读历史的人啊，能够参与其中很开心，能够贯穿其中更开心，能够看到其中变化、预判的结局，并且验证的结局，那是最开心的。